我今日想講第二個生產理論，係應用於長期嘅理論，個名咧就叫規模經濟。首先，同學仲識唔識分咩叫長期，咩叫短期啊？短期即係話咧時間比較短，咁我做生產咧有啲投入咧就唔可以增加嘅，例如土地啦、廠房啦、機器啦，時間唔夠啊。咁要增加產出咧，我只可以不斷增加一啲，例如工人。咁可以增加咧就叫可變生產要素，咁唔可以增加咧就固定生產要素。咁不斷擠啲人落固定嘅廠房入邊，我哋話要出一個現象，俗稱人多手腳亂啦。咁正式個名咧就叫邊際回報遞減定律。咁我哋上一課就講咗噶啦。好啦，咁至於咩叫做長期，就係話如果時間充足嘅話咧，我其實所有嘢都可以調整嘅，我可以決定請多啲人啦。甚至俾幾年嘅時間我可以擴充嘅廠房啦，添置一啲機器啦。換句話講呢，長期嘅定義就係生產要素全部都可以增加嘅，全部都是可變。咁換句話講呢，我哋其實係增加緊生產嘅規模。咁我哋話會有啲咩現象發生呢？我哋話呢，原來平均成本呢係會下降嘅。咁呢種現象呢，就叫做規模經濟。簡單嚟講，即係大規模生產嘅好處啦。咁呢課難嘅地方呢，就係呢，其實佢有幾種嘅。咁題目呢，你要配對翻，究竟佢係問緊邊一種？咁簡單嚟講，會問三種啦。第一種就叫做內部規模經濟。一講內部呢，就係講其實某一間廠商、一間公司不斷擴充佢嘅規模經濟。即係話有一啲好處，令到平均成本下降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咁我哋記三個啦。咁建議大家呢，就係記個標題，咁後邊啲字呢，就係補充啦，解釋。好啦，一間公司不斷擴充規模，有啲咩好處啊？好啦，例如呢，管理上嘅經濟，咁可以請一啲專業嘅人嚟管理啦，令到更加有效率啦。呢啲嘢都係背同埋寫嘅啫。好啦，同一間公司不斷擴充，例如一啲大型嘅超級市場，有啲咩好處啊？第二個好處就係購買上嘅經濟，就係話咧，如果你買嘢入貨訂得多嘅話咧，其實咧你可以得到折扣或者優惠嘅。例如百佳同惠康，佢哋入貨嘅成本咧係低啲嘅，因為佢哋一買係一大批咁買噶嘛。好啦，第三個就係話同一間公司不斷擴充、擴大規模嘅好處咧，就叫行銷上嘅經濟。咁你要提翻啦，其實係講緊廣告嘅平均成本下降啦。咁再舉一啲例子，例如 Nike 咁樣，點解佢可以抌一啲天文數字去請一啲巨星去拍廣告啊？因為佢嘅產量夠大啊嘛。咁除翻開，其實每對波鞋嘅平均成本呢，只不過好平嘅啫。但係考試題目要分清楚喎，就係話如果公司不斷咁樣變大嘅話呢，大到咁上下呢，反而會帶一啲唔好處嘅喎。咁你題目嘅字眼呢，就係話平均成本會上升，呢啲係一啲因為規模過大而產生嘅唔好處。咁所以考試就要區分下，究竟佢係講緊大規模嘅好處啊，規模經濟，但係大規模帶嚟嘅唔好處。咁唔好處就係話，如果公司規模過大嘅話呢，管理呢其實係有問題嘅。咁大到好似一個鐵達尼號咁樣，由望到個冰山到打電話通知，到船長再通知下邊嘅機器，咁你搞得嚟呢個船已經撞咗啦，就係因為佢嘅公司結構太過複雜。呢啲係大公司嘅唔好處嚟嘅。好啦，第二個唔好處叫財務上嘅不經濟，就話公司大到咁上下呢，其實同銀行借錢呢，銀行覺得你風險都幾大嘅。例如一借1000億嘅話，咁變咗咧係比較難借到嘅。大公司佢覺得你借俾一間公司呢，咁大筆錢呢，風險好高，就算肯嘅話呢，其實利率呢都會相應會提高嘅，咁咪增加咗個平均成本咯。好啦，大到咁上下嘅唔好處，行銷上嘅不經濟，就係話公司大到一個規模，市場呢已經飽和咗，個個都用晒你嘅產品，其實要再買嘅話呢，咁喺推銷上係有困難嘅。舉個例子，
如果個個都用緊蘋果手機嘅話，咁蘋果公司要再推銷一部呢，其實你要用好多嘅成本，都未必有效益㗎喎。咁簡單嚟講，規模不經濟就係話公司規模過大嘅時候所產生嘅一啲唔好處。咁最後一種規模經濟，即係大規模嘅好處呢，就叫做外部規模經濟。今次唔係講一間公司啦，係講成個行業集中喺某個地區。有咩例子啊？例如深水埗嘅黃金電腦啦，有多間公司，但係都係賣緊電腦嘅。咁我哋話咁樣集中法呢，一樣呢有一啲好處嘅。好處嘅意思即係話呢，會減低平均成本。咁同上邊嘅分別，上邊內部規模經濟呢，係講緊同一間公司不斷咁樣擴充，而外部規模經濟呢，就係話呢，唔同嘅公司，但係同一個行業集中喺一個地區，都帶來一啲好處嘅。咁第一個好處就係話唔使做一啲市場推廣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呢，買電腦或者買一啲科技產品呢，就去黃金就得噶啦，咁就唔需要額外嘅宣傳，咁咪慳翻一啲成本咯。好，第二個好處就係減低運輸成本，例如所有嘅原料啦，都係集中送去一個地區，咁就唔使咧兜嚟兜去啦，咁亦都可以慳翻一啲交通嘅費用啦。第三個好處就係話，如果一個地方係好大嘅，而某個行業嘅工人咧集中喺一區嘅話咧，咁你其實請人咧都會容易啲咯。例如一啲資訊科技嘅人才，主要就會住喺美國嗰啲矽谷啦。咁工人咧就唔使再走嚟走去咧，你請都係請相關技術嘅人員，咁個成本咪會低咗咯。好啦，總結規模經濟其實都係問三樣嘢嘅啫。咁考試難嘅地方咧，你就要睇題目，其實你係要配緊邊一樣嘢，同埋唔好同上一課短期嘅生產理論、邊際回報遞減定律撈亂咗。咁我哋睇睇 past paper，睇下同學自己識唔識答啦。例如18年嘅題目，好啦，佢唔係講個別一間公司，而係成個行業。騰訊、華為、比亞迪都集中喺深圳。不過佢好啦，因為咧佢已經提咗你啦，其實係問外部規模經濟，即係出題目嗰個人相當仁慈啦，佢驚你答錯咗其他嘢，所以答案外部規模經濟兩項。好啦，集中某個行業喺一個地區帶嚟嘅好處，咁你可以睇翻筆記啦。好，下一題係講緊同一個集團呢，一間公司啦，開10間餐館，平均成本下降咗。咁同學估唔估到佢係問緊邊個生產理論啊？好啦，就係大規模生產嘅好處。咁考試呢，內部兩個字呢，你可以唔使寫，就咁寫規模經濟亦都可以嘅，即係話大規模生產帶嚟嘅兩個好處。咁亦都可以睇翻筆記咯。好啦，第三題其實同上一題好相似喎，又係開咗幾間分店，但係發覺咧要睇清楚啊，今次係平均成本上升咗，係一啲唔好處嚟嘅。咁我哋就唔好答規模經濟啦，正確答案應該係公司規模過大所產生嘅一啲唔好處，導致成本上升，應該係答規模不經濟。咁亦都可以睇翻筆記啦。好啦，最後一題關於演唱會嘅。好啦，點解演唱會開越多越好啊？開一場嘅成本好高，但係開夠30場呢，除翻開平均成本好低。咁你要解釋啦，其實即係問乜嘢啊？例如行銷上啦，開夠30場呢，除翻開啲廣告會平啲啦。購買上啦，買30場嗰啲原料啦，可能會得到折扣啦，甚至有啲原料可以用翻啦，等等。或者我哋講到呢度啦。